未来生死局，李斌不當好人，當狠人。上面是樂道总裁艾鐵成的告別信。這位70後的營銷鬼才，曾經用一句訂單爆了，以梗破梗，讓樂道在小米、特斯拉流量的圍剿中撕開了一道裂縫，卻在1年後敗走麥城。沒辦法，被寄予厚望的樂道 L60反響平平，必須要有人負責。正如電影《大決戰》遼瀋戰役的劇情，大兵團作戰，軍紀要嚴。首先是他們的縱隊司令跑不了，哪怕你是樂道001號員工，未完成3月交付2萬輛的軍令狀也得下課。不光子品牌樂道，未來上上下下都不好過，10年虧損超過1000億。每一次發布財報，市場都在問同一個問題：未來什麼時候能盈利？根據未來最新的財報披露，24年全年營收657億，交付汽車約22萬輛，挺唬人吧？但是架不住全年净虧损224億，相當於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得烧掉6000萬，每賣出一輛車就虧10萬塊。再看對照組，理想和領跑已經實現了盈利，小鹏的虧損也大幅收窄。要是再拿不出成績单，別說投資人要掀桌，就連自家員工也得犯嘀咕：咱這個車到底還造不造得下去？这時候李斌終於坐不住了，掏起手術刀對自己人開刀。他在全員內部講話中表示，我們要在有限的資源邊界內把錢花在刀刃上，把時間花在刀刃上，才有可能走出來。精簡成8個字，就是降本增效，實現盈利。事實上，未来的組織變革早就開始了。23年11月，李斌宣布未來將減少1/10的崗位，還將合併重複建設的部門與崗位，取消低效崗位，與小鵬、王鳳英的手段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去年又祭出成本挖礦大法，樹立100萬倍成本思維，把成本當成一個礦來挖，省下來的就是賺的。一輛車能省100塊，100萬輛車就能省1個億。除此之外，未來還在全公司範圍內推進一個名為 CPU 的經營機制，將公司所有的經營工作拆分為多個互不重疊的基本經營單元，在這些单元內建立明確的 ROI 指標和業績獎懲制度。簡單來說，就是每個部門都要單獨結算成本，線上線索、門店接待、自主推購的成本要分別核算，嚴格算出每個項目的 ROI， 再根據 ROI 的等級來排序，低投入高產出的就先做，不賺錢的就不做，每一分投入都要聽到回響，全方面的省錢。以前市場部搞個發布會動輒幾十萬，現在直接蹭自家女巫的產地，10萬塊搞定，還能順帶買咖啡。螢火蟲品牌原計劃單飛上海車展，被李斌大手一揮，直接搬來未來展台，里外里又省下不少银子。但問題是，這種削減成本的手段真的能為未來續命嗎？縱觀未來的吞金黑洞，研發絕對能排進前3。24年未來收入不及理想的一半，但是全年的研發資金就燒掉了約130億，超出理想20億，是小鵬的2倍之多。這筆費用涵蓋了 ET9 智駕芯片、3品牌車型同時開發及 New Phone 等多元化項目。然而，未來、樂道和即將到來的螢火蟲各有各的硬仗要打，既要保證9款車型的交付進度，同時還要拔高老品牌的高度，增加新品牌的關注度和認可度，那就只能砸更多的钱。另一邊的 New Phone 自2023年7月上市後，市场反应也很平淡，只能挥泪砍项目。行政開支更離譜，去年行政、銷售2項支出加起來，比研發部門還要高出27億。26個副總裁扎堆開會，這還沒算子公司管理層，還有未來引以為傲的換電站，同樣是一筆巨額開銷。未來在全國擁有3000餘家換電站，單站造價300萬起步，1年運維費又吃掉10個億。單站想要保證盈虧平衡，每天起碼要接50個單子，更別說核心地段的未來中心，光1年的租金就高達1000萬。行業老炮算過賬，光換電站折舊和運營費用就能拉低未來2到3個點的毛利率。研發換電站的技術支出省不下來，子品牌樂道首戰不利，螢火蟲被锐評像外星戰車，李斌降本增效的招數看着像是林黛玉的人参養荣丸，只能解一時之憂，持續燒錢無法靠自身造血，也讓未来的現金流邁向懸崖邊緣。財聯社報道，截止到2024年底，未來的現金儲備僅為419億，流動負債卻有623億，資金鏈斷裂風險與日俱增。新車上市，但凡有個閃失，加個站打個帶橫點，或者電池原料突然漲價，這些精妙的算盤立馬就得散架。說到底，李斌這場豪賭賭的是未來10年積累的技術紅利集中爆發，賭的是中國高端電動車市場的爆發式增長，更賭的是投資人對虧損的忍耐度還沒有耗盡。現在擺在台面上的籌碼是9款新車、3000換電站、自研硬核科技，還有那個從暖男變身狠人的 CEO。這場汽車業的世紀豪賭，咱們就等着看4季度開股時刻到底是豹子通吃還是血本無歸。